在空中，大家一眼望去，觉得这个是什么地方？可能说这是一个城市，但是呢，实际呢，现在这里是一个乡镇。那其实，在很早很早以前，这里呢也算是一个城市。这里属于甘肃陇南理县的盐官镇。我们熟知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皇帝，秦朝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。那么秦始皇的祖先，秦朝的发祥地在哪里？就是在这个地方。秦始皇的祖先最开始的时候是周天子的养马奴，后面呢，当时周朝发生了叛乱，那么秦始皇的祖先可能立下了赫赫战功。作为天子，当然要分封功臣。由于他们不是贵族出身，另外当时富庶的地方都已经分封完了，就像中原大地，还有山东那些地方，所以周天子就把它分封在陇南这一带。被分封到这个地方，秦国的那些人，他不忘东出，就不忘奋斗，要把自己的生活变好，那么自然而然，他的土地面积就要扩大。那作为这样一个小小的诸侯国，为什么能够占领关中，最后问鼎天下？其实有2个方面因素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马。因为当时要问鼎的话，必须打仗，打仗要人要身体好，马要肥，那就跟这个地方有关，就跟这里一个千年古井有关，盐井。因为人马都要吃盐，有盐了才能补充能量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3个字盐井池。那这里面呢，就有一口千年古井。这个古井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它是在秦代的时候，就是在秦朝之前已经有这口井了，对秦国的崛起、秦国统一起了巨大的作用。那今天就来讲一讲这口井的故事。据当地的资料记载，早在先秦时期，在这个地方的秦的祖先呢，在与周边的交流中，吸收了先进的生产经验，陶器、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有了较大的发展，当时就具备了熬制加工井盐的能力。那春秋初年，先秦崛起，先进的制作工艺及铁器传入到这个地方，使制作井盐加工技术更加成熟。到了最后，秦国一统天下。其实秦国能够统一，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商鞅变法导致国力强盛。但是还有一点呢，它的兵器比较先进，就铁器炼制技术很先进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兵强马壮，兵好马壮，就是跟吃了这个盐有关系。来到这个盐井，请到这个工作人员这位大哥帮我们讲解一下，介绍一下这个盐井这个盐。这间大殿里面坐着那个尉迟敬德跟那个杜甫，还能有那个秦妃子的牌位啊，就是当年他们这历史上的这3位伟人都来过我们盐。杜甫当年也来过这个盐井池，其实还写下一首诗，我们来看一看这首诗是什么。杜甫的这首诗就叫《盐井》，他是目睹盐工的辛勤劳作，所以呢，才写下这首诗。鲁中草木白，清者观盐焉。观作既有成，煮盐在川。汲井碎汩汩，出车日连连。盐井就这个。对，就是这一口井，养育了我们多少代鲁城儿女啊！就这一口井。你看，这个啊，就是这就是古盐井。现在还炼盐吗？现在不炼了吧？就是由于受那个海盐的影响，现在没人看上搞这个东西啊。就是以前这里弄盐都是人工的吧？啊，对，人工的。现在海盐很多都是机器的。啊，对。现在叫海盐那个影响，这就没人看上搞这个东西。其实搞起来挺好的。可以用手沾一下。可以。用手沾一下，尝一下。对。是咸的，有点跟卤水一样的。你看你们平时用这个，现在会用这个做什么呢？一般现在呢，就现在呢，用这个泡菜什么的，泡菜，泡出来的菜特别的好吃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现在呢，就是简单的说呢，就是那个把那个洋芋你知道，就是土豆，用这个水呢煮成那个5成熟。5成熟，然后放在柴火里面烧一烧，哎呀，烧出来的土豆特别的好吃啊！就是这个大哥就是说土豆用这个煮成5分熟，然后再去煎或者炒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那就味道更好。对，哦，这个是。那你们是不是经常这样弄？啊，对。
对对。还有没有其他效果？还有呢，这个呢也可以煮卤肉，正宗的卤肉。卤肉是吧？那就这个等于是相当于是卤水了。卤水，就是卤水。前一段时间那个天水的几位游客，搞去了一大桶以后，他们就煮了一下，特别好吃。前几天又搞去了一桶。那这个天然的卤水了，变成天然的卤水，你拿回家以后，就再不需要加盐了。加其他调料要不要？其他调料要，就是盐不用，这不需要加盐了。明白了，这个等于是天然的卤水。所以说，有朋友在这个盐官镇附近的，可以来这边打点这个卤水回去试一下，因为我们是不太方便。按照资料来说，这口井呢，基本上养育了盐官镇附近的居民。当时这个地方年产盐的话，大概80万斤。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、生产力的提高，这口盐井就没有再进行制盐了。现在就是剩下这位大哥在这里守护着这口千年古井、千年盐井，而且给大家讲解这个盐井的故事、这个盐井的由来等等，非常感谢他。那像这个卤水，你们自己家里会不会经常打回去煮点卤肉吃这些？也可以。你们自己家里也现在经常弄吧？有时经常弄。对。那这个盐，那基本上周边很多当地人以前可能就是吃这个盐长大的，或者是一类的，对不对，对？就是吃这个盐长大的。那你们也是啊，等于是对，我们也是吃这个盐。对。那当时几十年前这里还是很滑滑，每天都有人制盐是吧？对。那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一些我们说的制盐的工具啊，制盐的一些东西？有。那我们去里面看看。先从这个大殿说起，这个就是盐井村的主人，盐婆婆。盐婆婆是吧？对。每年了4月12的庙会就是他老人家的。这一些呢都是熬盐的那个用具。这是工具是吧？它这个是怎么个弄法？这个呢就是那个利用好天气，太阳越热的时候越好，把那个盐土用脚头挖开以后，然后用刨子打碎，就是用这样打碎以后，然后就人在上面踩一踩，把那个小土疙瘩不是就踩碎了吗？踩碎以后，然后就用耙子这样来回拉一拉，拉完以后，就用那个桶从井里面把盐水打上来以后，用木勺把那个盐水反复泼洒在盐土上面。盐土上面以后，过一会儿一泼，泼几次以后，经过太阳的暴晒，就把水里面盐的成分留在了土里面。接下来就是那个盐土晒干以后，就用这个木锨把那个盐土铲到一块儿以后，然后用扫帚把那个土坛子打扫干净。打扫完以后，然后就把那个土用这个木锨铲到这个筐里面，就是用我们盐官的话说，就是盐兜子。盐兜子里面以后，然后人的手在盐兜子四周搞一搞，这样以后搞完以后，再装完24个盐兜子以后，就把盐兜子放到这4块草板上面。放到草板上面以后，然后用木勺把那个盐水舀着从那个盐兜子的土上面向下灌，这也是那个程序里面的淋水。淋完水以后，然后就把淋下来的水倒在铁锅里面，就可以烧煮了。烧煮一会儿以后，不是锅里面那个烧开了吗？烧开以后放2两的玉米面，放完玉米面以后，你仔细观察，就用我们盐官的话说，它就做盐了。再烧煮一会儿以后，逐渐的锅里面就起了变化，烧到最后就形成了一锅美味可口像白砂糖一样的卤盐，这样就烧煮成功了。烧煮成功以后，然后就用这个碗，除此碗把那个盐
就那个挖着以后，挖到这个木桶里面，就可以拉到集市上面去卖了。像大哥，你以前也做过这些工作吧？弄过吧？我没有。没有是吧？我没有。那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做法吗？很少了吧？有，现在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，他是我们盐官的那个非遗传人，陈老人。对，这个也算是非物质遗产。对，非遗传人陈老人，他80多岁了，现在搞不动了。搞不动。基本上年轻人是没有做这个的。没年轻人没有。其实这个搞起来挺好，你看成本又不高，是吧？其实搞起来挺好的。对，但是这个现在就是说，你如果自己家里食用可以，但是如果大规模的话，可能还比不上机器的，因为毕竟现在机器的话快嘛，快速的，这个还是慢一点。其实呢，它还有一个功效是什么呢？它就是药用价值。有药用价值是吧？对。是那个卤水还是说这个盐？就是卤水。卤水有什么效果？比如说呢，你打一桶回家以后，就把它像烧开水一样烧煮开以后。然后你煮一会儿，放着凉下去。你每天早晨口里面喝一点，漱漱喉部，不要喝下去。漱漱喉部，这样对你的咽炎就有所缓解。咽炎你反复漱口漱一段时间以后，你的咽炎就好了。你像脖子里面有引流什么的，也用同样的办法就好了。你像你身上面痒得不得了，用这个水每天坚持洗就好了。这就是它的药用价值。原来我们这个地方是那个西河县管西河县，现在是澧县管澧县管。这个等于就是说这个盐井石维修的一些记录。听这个大哥介绍了一下，这个卤水井还是作用挺大的。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，好像甘肃在当年能够制盐的地方就2处，其中就包括这里。听了这个大哥介绍，大家关于这个盐的知识是不是有一点增长啊？大家有空的话，还是可以来这里看一看，看一个这个1000年的卤水井，1000年的制盐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。